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英文好，各位朋友好。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英文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军事专家施孝伟。英文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还是要带大家来看赫姆兹海峡哈。那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说啊，都讨论了2个多月哦，赫姆兹海峡目前不就是一个僵局吗？恐怕有一些的变化。我们先看到啊，前几天已经讲到有一些这个韩籍的货轮哦遭到攻击哈。那当然现在又有个法国的货轮疑似也遭到飞弹击中哦，这是波湾一艘货轮哦，在当地时间5号的深夜疑似遭到一枚公路巡弋飞弹击中，好，相关的画面也出来了。然后那这导致是有多名的菲律宾籍船员受伤。那这艘货轮在事发当天的中午位在杜拜附近，那目前不清楚货轮遇袭之后的去向但是因为被击中所以这个烟非常的大，在海上就相当的明显。那目前也看到了伊朗启动了赫姆兹海峡的一个管理新机制。我们前一天讲到嘛，伊朗这边画了一张新的赫姆兹海峡的图那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机制，也就是必须要通行证。那我们看到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呢，就说赫姆兹海峡的一个新规则是正在形成当中，我们完全清楚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开始玩真的。好，那当然现在就是也有一些叫嚣口水战的成分也居多。那目前最大的一个政策转换呢，就是前一天川普不是才说他要有一个计划叫做自由行动嘛？结果一天就喊卡了。好，这一个呢计划现在说要暂停因为川普说基于在军事行动当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跟伊朗代表达成全面而且最终协议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这个自由行动计划就会暂停一段时间，要观察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协议。好，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到底达成了什么重大的进展。好，那当然美国现在也称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结束这是卢比欧出来讲的。他说对伊朗发动的这场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因为达成了行动的既定目标，并不希望发生额外的状况。如果没人对这些船只或是我们开火，我们就不会开火。但是如果我们遭受到了攻击，美军也势必将会反击。当然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不是在一开始开战之后就可以下台阶吗？一定要等到现在2个多月之后才下台阶。但恐怕伊朗没有想让你下因为呢，伊朗的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就讲说川普关于限制伊朗飞弹能力的说法没有依据。那伊朗跟美国之间仍然是处于一个战争状态，所以会继续的展开抵抗。也就是你想下车，人家抓着你不让你下车了。好，所以现在川普对于伊朗还是持续的酸言酸语。好，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讲。They should do the smart thing, and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go in and kill people, we really don't. I don't want to. It's too tough. They fired them in little boats with pea shooters. The pea shooters, little boat with little. Wh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boats anymore.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 that's already what they need. They should wave the flag. 好，只剩一张嘴的男人什么话都可以讲如果今天伊朗用的只是玩具枪跟小船的话，美国还打得这么辛苦那美国的东西不就更糟了吗？好，那除了川普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酸言酸语就是赫格塞斯。我们来听一下。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好，但是能够确定的是就算赫格塞斯跟川普持续的在这样叫嚣，但是伊朗现在其实并没有要低头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川普好像根本不懂伊朗在想什么。这是国际危机组织伊朗计划的主任瓦兹他说川普每次都认为自己只差再一点点这个压力就可以成功，但只有压力没有出口就是徒劳无功也就是所谓川普最喜欢用的就是极限施压嘛好，那因为伊朗的领导阶层认为
为哦，一旦向压力低头，未来就只会招来更多的压力。好，伊朗不是没有妥协过，其实伊朗之前也是有超微跟美国一直不断在谈哦，但每次谈哦，中间就会有一些破局啊，或是信任破裂的状况。你要伊朗怎么再向这些压力来低头呢？哈，好，那看到了伊朗火力全开哈，嘲讽美国，他们现在有做这张图，这张图蛮有趣的哈，也就是川普先上传他手持 UNO 卡牌的照片，就说啊，我手上握有所有牌，就伊朗的使馆哦，马上也上传另外一张手持 UNO 卡的照片哦，它是正面的哈，它是反面的。他说没错，我们的确拥有比较少牌原因就是因为 UNO 越少牌越先出完的就是赢了哈，甚至它还有无限卡，所以这样的嘲讽蛮有趣的。好，那现在呢，还有的就是有一段在伊朗社群媒体上这个流传的宣传照片也显示说啊，一个疑似以川普为原型的人物跳上一堆油桶最后到达一个挂着伊朗国旗的油桶旁边就被一枚火箭发射升空了那这就是现在 AI 的厉害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梗。好，那看到伊朗总统呢佩泽斯基安也说美国一方面对伊朗奉行极限施压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呢却期望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并最终屈服他们的单方面要求。他说这样的等式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威凌威胁跟欺凌那一套，他们认为是行不通的。好，那我们看到一开始因为我们前一天有讲到了韩国的货轮现在又有法国的货轮疑似遭到飞弹击中。好，我们先问永明教授怎么看？伊朗在这一次，尤其是4月7号停火，然后双方进行相互封锁之后伊朗的宣传做得多好啊！是啊，你看乐高现在还 Mario， 然后呢还会用 UNO 来去反讽刺川普，但是看了全世界的媒体，看到我们眼中，这真的是做得很好。而美国呢，这正如议伦所说的，只剩下一张嘴。那5月3号，川普说自由计划 Project Freedom 要用15000名的士兵，美国的军舰展现强大军力，进入到荷姆兹海峡，引导相关的船舰离开荷姆兹海峡。5月4号他就做了应该是2艘军舰，有一艘被伊朗逼得掉头回去，一艘军舰进去带了2艘商船出来，应该是丹麦籍，但挂了美国的国旗。过程当中，伊朗对美国军舰开火，美国说没打到，然后呢，但是伊朗打了一艘没有跟着美国，但是停在附近的韩国的商船。同时最主要，他也对阿联酋的港口进行了轰炸，因为阿联酋要从内部牵那个油管，从这个在阿曼湾这边的港口要出海，所以他轰炸它。各位，一天，而且这个自由计划就1天寿命。5月5号，川普就宣布结束了，结束了。然后呢 ，Rubio 也宣布所有的美国的军事行动结束了。但是，这个封锁伊朗港口不算军事行动吗？同时，伊朗也宣布在5月5号，新的船舰通过荷姆兹海峡的管理机制，怎么样做呢？你先寄邮件来，取得就是同意权，然后呢，照我们所规划的航线，这个航线要在荷姆兹海峡的北端分这个南北英镑、欧镑然后呢，靠近小岛跟大岛之间的航道是进入到荷姆兹海峡，出来的是从这个小岛以南。所以你就看到昨天，同时川普也说，我们要到川习会去讨论伊朗问题。同时，中国大陆也公布，伊朗的外长要到中国大陆来，今天已经跟王毅见面了。各位，5月5号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它不只是代表的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在军事层面其实已经无可奈何，因为打到4月7号停火了，停火到现在，然后1550艘船被挤在荷姆兹海峡，美国完全没有办法，束手无策，搞了一个自由计划，军舰真的进去了，进去发现到伊朗是很有计划的在做攻击，在做回应，他觉得不能再进去，所以干脆喊停了。霸权如美国，打不过伊朗，然后呢，荷姆兹海峡是美国掌控的国际海峡之一，现在也被区域的中等强国所掌控，
所以美国的整个霸权现在面临到在军事上，你已经没有办法去贯彻你的意志跟外交政策，因为你的战略目标也不明确。然后呢，你要去寻求另外一个世界的强国来去讨论中东问题，所以现在已经变成几乎是 Pax Americana， 也就是单极美国霸权。我觉得很清楚，要转变成为多极的协调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等待在川习会可能会针对伊朗问题有一些协调，有一些讨论，有一些方向。而伊朗的外长在这个时候就到美国去，到中国去对中国去做说明，去做表态。所以我是觉得整个这个事件已经形成不只是美国在伊朗的行动的挫败，而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的机制出现了。是，所以有人觉得这个单极的霸权在衰落当中了哈。少伟哥怎么看？其实单极霸权只存在在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结束之后。那在1997年第一次波湾战争到2003年当美国因为反恐战争发动了第二次的这个波湾战争也就是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其实这个单极霸权已经一去不复返。那当然这次的这个情况，以军事的角度来说，不可否认的，其实美国在战术上是完全碾压伊朗，伊朗其实被美军打得完全抬不起头来，这也是事实。但是伊朗它本身的条件跟环境，再加上刚刚永明老师所说的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明确，让其实美国在此特别是美国政府在这边表现的其实有点不知上不上下不下的。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发动攻击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以色列的这个因为以色列然后陷入了这个局，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把伊朗的所有高层全部狙杀全部完毕，而且现在还冒出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把原本这些伊朗的这个强硬派或者说那个政府高层都狙杀完毕之后，变成说没人做主啦。譬如说，你看讲的最简单的，本来不是说这个荷姆兹海峡要开放吗？然后美国军舰护送这个军舰那个商船进去，结果革命卫队开火。革命卫队开火之后，伊朗总统说，革命卫队怎么回事？我没有下令开火，你们居然就动手了。所以变成说，现在伊朗到底谁当家做主搞不清楚。那美国其实也面临到同样的情况，我杀了这么多的政府高层，我变成说我要找谁去做真正谈判也搞不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在这个地方它的进退失据某种程度来说，就变成说是当初的战略目标不够明确，你到底是要推翻人家呢，还是要怎么样？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今天这个局面形成以后，如果说你跟伊朗这样上不上下不下，好像停火又好像没停火，其实这次川普说这个那个史诗狂怒行动结束，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再不结束的话，国会要开始做这个战争授权的这个部分了如果这个战争授权真的弄下去的话，没错，现在我们看到共和党在这个参众议院保有一个微弱多数，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民众情绪相对来说是比较反对这样的这个军事行动。为什么？我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那个包含美国很多国防部的军网、海军网、空军网、陆军网里面有很多照片美军的这些眷属出来说这个 if not us who if not now when， 就是说如果不是现在是那个是什么时候？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去推翻海山？但你看这次完全没有，那等于说也就是自己的这个军事行动并没有办法在美国境内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反而让伊朗现在变成一个情况，就是说美国现在说单方面停火了，因为如果说今天那个川普不停火，第一要面临到那个战争授权的问题，第二就是如果万一其中选举那个败了，让今天共和党在国会的这个脆弱多数变成少数，哇，那你说后面2年那个川普还要做事情吗？所以他也非常的smart， 也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收手，不能够继续穷寇莫追。但是你说到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影响是，今天你没有办法把伊朗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的话，你过了几年还要再来一次是，你说伊朗他现在拒绝交出他已经进行了这个浓缩铀，还有呢包含他这个相关这个浓缩铀也并不会交给联合国那个原子能总署来处理等等。那也就代表就是说，今天因为我们讲到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会怕，因为伊朗的飞弹在去年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它的飞弹可以打到台拉维夫。如果他的打到台拉维夫的飞弹又跟核子弹相结合的话，如果伊朗真的弄出来那个培育香菇培育成功，把它培育的香菇装在他们的超高音速飞弹上，打到台拉维夫，真的中了大香菇的话，那对于以色列来说那是灭国之灾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那他要这样做，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他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战略目标的话，那过几年还是会再来一次。好，刚刚这个孝伟哥讲到穷寇莫追嘛，其实他早就不应该去追了。那我也可能觉得明天会不会又追上去了，不知道。对，对不对？很难讲。
何谦老师，是这个昨天晚上，就台北时间的昨天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开的那场记者会其实很重要。他在白宫就对记者说，诚如总统向国会通报的那样，史诗怒火 Epic Fury 行动已经结束。他用的就是 over 这个词，讲得非常清楚。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任务。他还说这个。维持了24小时的，原本大家以为24小时全天候啊，就是只维持了24小时的这个自由计划的护航行动呢，是一个防御性的行动。美国无意以这个护航的行动来升级这个好不容易已经趋缓下来的态势。那刚这个主持人也说到啊，对不起，刚主持人也说到这个我们这个伊朗方面其实说我们还在抵抗，战争没有结束，所以在一缓一急之间，当然美国整体实力比较强，但是它在这个关节骨眼，它试出了一个趋缓的事态，试出趋缓的姿态，其实就已经代表它其实更急于结束这场战争。那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也很忙碌。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他去了巴基斯坦，去了俄罗斯，也去了阿曼。那当然，那这个礼拜呢，他今天早上才在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这个来进行会谈。那会不会见到大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按照过去传统的礼数上来说，其实就是外长来就是外长见啊，在对于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但是阿拉格齐这么疲于奔命的在各个地方这个串门子啊，到底是要谈什么呢？我想大概有2个点。第一个是中俄这样的大国能不能帮伊朗提供一个未来如果要跟美国谈判甚至达成协议的安全保证。安全保证这4个字啊，过去4年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过去一直在听乌克兰讲，我们如果要跟俄罗斯签约，要有一个安全保证，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再一次的攻打乌克兰，再一次侵犯乌克兰，其他的国家要过来帮忙。那伊朗现在在跟美国谈判的这个节骨眼上，他当然也想去寻求来自中国、来自俄国这样的一个安全保证，来去告诉美国或者说其他的。包括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来说，如果我再次受到这个武力攻击的话，那其他的国家会帮我分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跟义务？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中国大陆其实一直很拒绝去重演冷战时期这种华约 versus 北约的这种集团性的军事对抗的态势。他一直说我们要同行结伴，但不结盟。每个国家要有自己选择的国家的战略利益，每个国家也要为自己行为的边界来负责。所以中国大陆会怎么样去给予伊朗这样的一个条文上的承诺？我想这个还在多方还在拉锯之中。那当然，马上川普要去了，川普也会听在中方的最高领导人面前去听到中方对于伊朗这一系列方案的一个想法，跟中方愿意提出的一些代价或愿意承担的成本。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浓缩铀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把这个海峡开放跟停火之后，下一步就要去谈核问题。那伊朗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嘛，它有400多公斤的丰度达到60%的浓缩铀。那未来美国可能要求它移出去，美国说你要移到美国本土来，伊朗说这是丧权辱国，我不干。伊朗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移到另外一个别的地方，由各个大国一起来监管？那我想这个话题也是这一次我猜测这个阿拉格齐要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来商讨的话题之一。好，谢谢何谦老师先帮我们预告，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真的来谈这个阿拉格齐跟中国大陆外长他们之间的互动，还有接下来川习会的状况。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一直都知道美军相当厉害，不管是陆海空当然也有空优神话。那是不是现在动摇了呢？跟刚刚一轮讲的也有点呼应就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摇摇欲坠往下沉好，因为呢，美国空军在该地区的活动显著增加。好，有11架的 KC-135还有4架的 KC-46A 空中加油机已经投入使用了。好，那美军的 KC-135还甚至发出了一个7700的紧急讯号之后，从雷达消失，那地点就在赫姆兹海峡的附近。好，这是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他说该架的 CK-135加油机5号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境内的迪哈夫拉空军基地起飞。那根据这个追踪的数据显示，这架 KC-135似乎先在空中盘旋，然后随即下降，然后发出了这个7700，也就是紧急情况的代号，然后在卡达上空从雷达消失。好，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讯号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问专家好，那当然现在美国参议员也有投书那看到他是这个联邦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的参议
好，巴德跟民主党参议员夏亨，好，两个人投书《华尔街日报》，好，他们警告美国的空优啊，其实正在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空中优势对美国并不是理所当然。好，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美国若没有及时的调整国防投资跟政策，他觉得在未来的冲突当中会失去关键的制空权。好，所以这个是参议院的这个参议员的忧虑。好，那目前也看到了美军重兵为伊朗，那现在的护航代价好像超乎预期哦。我们先看到美军说布希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好，这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他说因为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那也在赫姆兹海峡展开了自由计划的时候，好，美国海军布希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好，那在这个航母上面搭载了60多架的战机。好，不过伊伦看到这讯息的时候就觉得说，如果他真的在穿越阿拉伯海，那是不是代表说他已经通过赫姆兹海峡？难道德波代机吗？好，那当然，美国的2航舰跟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也为伊朗的全狮号进入了印度洋持续的驰援。这是外国军文网站说，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还有2艘的航空母舰，1艘的2栖突击舰。那另外1艘2栖突击舰就全狮号，之前我们大家讨论的时候，它还在关岛附近那现在已经赶到印度洋在最近几周就会加入到中东这边来进行部署了。好，那阿帕奇直升机大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现在美军的直升机袭击也摧毁了伊朗的快艇赫姆兹岛，说已经变成了一个高科技的杀戮区。那当然就透过部署 AH-64的阿帕奇，还有 MH 的60海鹰平台作为主要的反击群武器。那说美军正在实行一项利用持续空中存在跟快速交战范围来阻止伊朗军队获得这个通常在非对称海上遭遇战中利用的时间优势的一个理论。好，那当然也看到美国集成至少6艘的伊朗快艇来护2船来通过。好，这是刚刚有明教授所谈到的。但是呢，彭博说这个其实还蛮高代价来解救这2船不算成功的事迹只能显示说美方重启海峡的行动虽然可以达成，但是代价跟风险仍然很高。好，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川普1天之内就把自由计划给暂停了嘛，或许就是他发现了风险跟代价真的蛮高的。好，但是我们要关注到以色列因为这次美国会卷入这场战争，以色列是最大功臣所以我们当然要谈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蠢蠢欲动吗？因为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官员认为跟德黑兰正在进行的谈判是无效的，想要利用海湾地区目前的局势升级，重新发动攻击。好，那以色列已经跟华盛顿这边传达他们的安全跟军事领导层希望恢复对伊朗的袭击讯息。那以色列的国防军参谋总长呢，则说他们密切的关注波斯湾地区的局势发展。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当中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就准备做出强而有力的回应。好，那目前看到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以色列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那当然有人觉得跟伊朗重新开战可能在做准备。那 CNN 则是说以色列正跟美国协调，准备可能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攻击。那这次是会用定点清楚对伊朗的高级官员有一些攻击的计划意图。那希望这个伊朗在谈判当中要做出更多的让步。那另外以色列还要扩大采购 F-35跟 F-15IA， 要强化长期的制空优势。你看到以色列买美国战机，希望这个有制空优势，但是人家美国参议员是蛮担心美国自己的制空权看起来是有一点点要坠落了。好，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加油机突然失联的部分。我们先问孝瑋哥。好，这个美国空军它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或是在全球各个战场能够快速驰援。空中加油的这个舰队是他在空中所部署的空中一系列这个加油站，也是他能够让美国空军能够成为比如说利用24小时真的抵达全世界各个角落，能够成为成功一个重要原因。那我这么多年采访经验曾经4次搭过美国空军的加油机，其中2次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画面上这个 KC-135加油机。这 KC-135加油机非常老各位如果说这个是比较资深的这个那个观众朋友，大概听过一个飞机叫波音707这个波音707跟 KC-135它
基本上他们是同一个时期出来的飞机，所以你就知道 KC-35今天还在这个地球上服役有多久了大概我看它那个飞机大概都1950年代末期那个或1960年代初期造的，所以这个飞机大概都已经在这个地球上飞了60年了。那但是你说这个飞机这个发了一个7700，然后说感觉在空中盘旋，这个我必须要说，这个其实反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空中加油机的加油航线，就是它在空中加油这个等待航线，等着人家来给它加帮人家加油什么，就是飞这种像操场一样这个椭圆形的，我们管这个叫跑马航线就在跑马航线要跟他那个吃他油的飞机过来跟他会合，跟他一起飞这个跑马航线，然后加完了以后他们就离开。那但是你说今天美国空军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它的旧的 KC-135这个加油机真的太老了，然后呢新的加油机补上来的速度又太慢，而且美国之前又把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新，但是呢真的也蛮老，但是那个能力还蛮优异的一个叫 KC-10A 给全部除役了。那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让 KC-46能够快一点能够接替KC-135的这样一个任务，因为你没有足够的加油机，美国空军要能够达到全球打击那说真的这个难度就会增加。那当然除了空中加油机的问题之外，其实美国现在在战术战机上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战斗机F-35F-15等等这些数量上，它的这个研发速度等等，的确感觉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来说我们看到像前一阵子中国大陆一口气丢了好几种这个第6代机的这个原型机就是在前年嘛那个试飞的测试影片出来，美国自己的这个下一代战机虽然说这个川普已经把它定名为 F-47，但是 F-47什么时候才能够交机，什么时候才能够服役？如果把这个时间一算，已经到2030年以后了。面对现在中国大陆这么多的新战机开始这个那个弄新飞机的速度跟这个做军舰下水饺速度一样快，其实对于美国的防务压力来讲，压力真的非常大。那你看像这个虽然说那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现在还是在忙着F-35这个交机，但整体来说美国新锐先进战机的这个数量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先进那个精锐战机的这个数量慢慢的这个那个差距在缩小，这对于美国来讲的确让它能够维持原先的这个全球霸权能力上的确是越来越不容易。那当然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空军的问题不仅仅是只有 KC-135也或是只有这个那个战机数量不够的问题。另外其实美国在我们刚刚讲的2001年的反恐战争之后，整个军队转化为一个专门能够对打这个恐怖分子很厉害，但是真的遇到大国，其实他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国作战的这样的经验跟能力，因此美国需要去美军需要去调整自己的步伐，让自己能够重新站稳世界第一强军力的角度这个是有压力的，是对，真的很蛮有压力。他跟大国打，他现在跟中等国家打都打不赢永平教授，没有错。你看到2位参议员在《华尔街日报》说，美国空军快不行了。是，可就在前2天，《纽约时报》也连续几篇文章，专家都说美国海军已经衰退了，因为连续美国好几个造舰计划通通被取消。最近一次是去年的新城舰计划，然后呢，它现在在数量上已经输给中国大陆，然后呢，在质量上都是前几代，而最新的福特舰，你看这一次这个出师不利，结果自己马桶不通，然后呢失火，洗衣房烧起来，而且还在海上10个月。他如果再不回去我想会再起一场火的。所以美国现在在整个军事制度跟它的设备上在做全球750个基地的部署，全球的驻军，其实这个血管末梢已经不通了。因此你就看到，当川普在威胁说要从北约撤军，或者是说要从德国撤5000人，甚至要让西班牙这个退出北约或从西班牙撤军，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是未来很有可能一个方向，因为它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去支撑。现在透过要求各个国家去增加军备，增加给美国的基地的资源，可是呢，这都不够。因为你看，光在日本它有45000人，在德国有36000人，所以你撤5000没什么大的影响。反而在西班牙，它有3600人，而且都部署在直布罗陀海峡的2边，所以它根本不可能从西班牙撤军。他也不可能把西班牙赶出北约之外，因为他要掌控直布罗陀海峡。他现在连赫姆兹海峡都失去了，直布罗陀怎么可以再失去呢？所以现在你看到美军将来会更进一步的去，一个是增加军费，川普已经说希望明年来到1.5兆美元，2025年是多少？美国大概是9300亿美元，已经是排名第一，
排名第2是中国大陆，大概3300亿。所以他如果一下子增加个将近50%，来到了1.5兆美元，那钱花在哪里？川普说我要做川普舰，哇，问题是谁做啊？所以靠韩国造船厂吗？美国的造船能力跟制造能力现在完全跟不上来，这是为什么美国海军不断衰退的原因。所以现在美国面临到的问题，真的是许多的层面事实已经是他的军队不能再做这种全球部署、世界第一强权，因为它的经济、它的制造、它的整个工业以及军工的这个设计跟不上来。那透过跟盟国的合作，可是这一次他把盟国关系搞坏了，所以川普这段时间其实很难除非你要花大钱，但是很难立即看到效果。好，所以他制造能力上不来，就等于在吃老本了。好，所以现在就是浮现这个问题的所在问题哈。好，何谦老师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整个谈判跟停火的进程按照伊朗方面的想法是分3步走。第一步呢，就我们这几天已经谈了非常多了，怎么样恢复海峡的。怎么样停战以及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第2步是处理核问题包括浓缩铀包括导弹问题。那第3步要处理的呢，就是所谓的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问题，包括就以色列一直去指责伊朗说你扶持你的各种本地区的盟友来反对以色列，包括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包括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等等。那所以其实当大家的目光聚焦在这个波斯湾，聚焦在霍尔姆兹海峡的时候，其实黎巴嫩变成了一个被人有点遗忘的战场。那么据黎巴嫩政府的卫生部昨天5月5号发布的消息说，从2月28号到现在开战以来，趁着这个美国轰炸伊朗，那以色列趁机往它的北边去打黎巴嫩的南部，已经造成了2700人死亡，8264人受伤，还有160万的人被迫离开家园，这相当于黎巴嫩这个小小的国家的1/5的人口。而且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也已经越过了黎巴嫩跟以色列的国际法公认的边界往北推进到利塔尼河的这个沿线，要对这个地方重新进行占领。为什么说重新进行占领呢？因为其实这个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很近的事情，是2000年才撤军的。2000年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个代表国际公益的一个决定，要求以色列从这个黎巴嫩南部撤军，然后呢，这个地方要派驻进这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所以到今天，联合国的黎南维和部队仍然在那边，但这并不妨碍这个以色列借着美国跟伊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顺势又重新扩大他的这个所谓的军事缓冲区。当然，以色列有以色列的这个说法，以色列说我要扩大这个在北边的守卫，才能保障这个以色列的国土不会受到这个真主党，就是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武装集团的这个侵犯。但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麻烦，因为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它除了是一支武装，也是黎巴嫩国内一个合法的政党，它还担负着很多这个社会事业，包括这个盖医院办学校做福利院等等的社会机能的职能。因为黎巴嫩政府在这个黎巴嫩南部的控制是非常弱的，所以这就让以色列说，那你这就是军民不分你每个人可能都是潜在的真主党跟潜在的对我进行攻击的对象，所以我把你们这边炸得一团乱，把你们的居民楼、普通人居住的居民楼给摧毁，然后让你们这些人撤离到你们的家园，那是你们应得的。所以这就成为一个这个国际上有点遗忘，而且这个实际上它这个并造也已经存在非常久的一个冲突，有可能会我们猜测就即便是中俄美伊达成了这个霍尔姆兹海峡的重新通航跟停火决定，但是目前按照现在国际的态势，可能很难有人强制以色列重新恢复这个黎以的边界，并从黎巴嫩南部离开。对，所以这个也是是以色列要美国打这场战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所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稍早我们就已经谈论到了伊朗的外交部长也到了中国去了，而且抢在就是川习会之前。好，我们知道川习会是5月14、15号2天川普到中国是36个小时。那现在阿拉奇也抵达北京了他已经跟王毅举行了会谈。阿拉奇是先访问了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讨论了调解跟美国冲突有关的问题。好，那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这次的访问就是在针对双边关系、中东
局势还有国际发展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好，那他已经见了哈王毅，那港媒现在也有是关注啊，他会不会跟习近平来见面呢？哈，那刚才何健老师已经讲了，通常都是外长对外长哈，如果跟习近平见面哦，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讯号存在哈。好，那当然卢比欧啊，他则是要王毅来传话，他说我希望中国能够告诉阿拉奇哈，也就是伊朗的外长。他必须被告知的事情，就是在赫姆兹海峡做的事情，会导致你被全球孤立，你才是这件事情的坏人哦！你们这些家伙不应该炸船，你们不应该买水雷。伊朗试图绑架全球的经济，好，到底谁是坏人？哦，到底是谁发起了这场战争？哦，那当然大家就会有一些思考点。那我们也看到了是美俄外长也有通话，也就是卢比欧跟拉夫罗夫有讨论到乌俄战争跟伊朗的局势。俄国的外交部并未明确的指出双方讨论伊朗问题，那只有说双方就当前国际的形势跟俄美关系交换了意见，那讨论了双边接触的日程。俄方形容这次的会谈是富有建设性，而且是务实的。那卢比欧这个还有在讲到说啊，我们改了措辞，叫中俄别再否决涉伊朗的决议。他在5月5号白宫的简报上面说，美国提出了新的联合国决议，要求伊朗停止在赫姆兹海峡的攻击跟布雷行为。他说这是联合国有效的考验，好，敦促中俄不要再行使否决权。那卢比欧也强调，这个草案要求非常温和，通过这项决议并对伊朗施加压力，是符合中俄的利益。好，但我们要关心说啊，除了伊朗其实呢，台湾可能也是筹码。但我们先看伊朗因为这场战事还在持续进行。也就是啊，大家就问到川普说啊，是否期待习近平能在伊朗问题上面发挥影响力呢？川普就说啊，我跟习有一个很棒的关系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我们处得很好我们在中国有很多的生意往来，也赚了很多的钱。好，不知道是不是先礼后兵在这个川习会马上要开始之前他先称赞了习近平。他说习近平从未因为伊朗的战争而质疑他。好，我们来听一下川普怎么讲。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with President Xi as it relates to Iran? Well,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find him to be a tremendous guy, and we get along well. And you see how we do. We do a lot of business with China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We're making a lot of money. It's different than it used to be. 好，他甚至认为习近平会看在他的面子上，认为在议题上面会很尊重他。好，那除了伊朗之外，台湾现在也被认为会成为菜单上的议题。也就是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点名说避台湾，而且警告中方不要动台海，要维持区域和平，符合美中双方的利益。好，但是在川习会之前呢，解放军现在也出动了轰6。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是冲着美菲1.7万人的军演，解放军轰6挂鹰击12现身，还有4军舰是紧盯多国的舰队。那报道也说中方此次的部署还包含了054A 型的巡防舰跟056A 型的护卫舰部分歼16战机还挂载着鹰击91的巡弋飞弹。另外还有一个是突然出现的，就是100式坦克野外奔驰这是新华社最近发布的影片，我们大家来看这显示着解放军陆军下一代装甲平台100式主战坦克。那这型的战车首次在作战训练的环境当中公开亮相。那这画面就显示一名成员是在车内操作这个系统。那此类内部视角是非常罕见的，那也是这型的战车成员舱首次对外来进行曝光。好，当然有人觉得在这个敏感时刻就是在秀肌肉啦。好，我们看到了这个外长阿拉奇到了北京，也跟王毅见面。好，这代表什么讯号？我们问永明老师。就代表他在川习会之前来到了中国，然后呢，希望跟中国大陆表达伊朗在这一次被美国、以色列非法攻击、侵略战争之下，他目前的情况，以及未来针对赫姆兹海峡和美国谈判过程当中伊朗的立场跟他的坚持，就让中国大陆这方面充分的理解，因为必须要讲，中国大陆其实不会去做斡旋者，他只是一个调停。甚至调停的角色就持续的让巴基斯坦来做，可是呢，他是会背后以及在整个第一个开放荷尔姆兹海峡，第二个进行和谈最主要的支持者，
所以伊朗很了解，巴基斯坦今天能够把这个桌子摊开来，然后让美伊双方曾经做了2轮的这个谈判，虽然不成功，但是背后中国大陆的支持的角色很重要。因为伊朗大部分的油输出是往中国大陆去，是，然后呢，伊朗也是中国大陆的战略伙伴，所以，可是在美国这边呢也很清楚，美国也知道现在仗打不下去，自由计划不自由了，因为荷姆兹海峡已经被确定的被伊朗掌控了，所以他必须要到北京去，到川习会，然后呢去寻求中美之间在这个议题上的一个定调。跟各位报告，川习会是在14号、15号2天，接下来大概是17号、18号那个礼拜，普京会到北京访问，这已经确定了，哪一天不确定，但是呢，就是那个礼拜，所以这个有一点像背靠背，川普、普京，美国跟俄罗斯分别到北京去，到中国去，其实大概你就看到这样一个这种就是大国的协调机制就开始出现了。因为俄罗斯在伊朗的议题上一直也有他的利益跟他的关切，他跟伊朗其实就隔个里海就可以进行贸易，所以在接下来的川习会，伊朗议题会是个重要的议题。当然，美中之间的双边问题才是他们现在的一个真正的关键了哈。美中之间的关系要维持怎么样的一个互动？科技战、贸易战、稀土，还有呢一些这个其他相关的议题。但是很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域议题啊，巴拿马运河呢，南海呢，当然不要忘记台湾议题。其实你看呢，现在都已经在菜单上面了，在4月30号，当王毅跟 Rubio 通电话的时候，他说台湾议题是中美当中最核心、最危险的。其实也就表示他们已经在谈，但是到4月30号还没有一个结论。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会面跟谈判，一定先从资深官员，然后再到部长级，然后到最几天的时候呢，这个总统或元首会下来跟他的部长们去磋商，我们最后要定调哪一些议题的主轴是什么，对方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最后再去沟通？然后双方见面的时候，双方见面不会在那边讨价还价啊，双方见面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有共识的会共同发布，没有共识的就回去各自开记者会或各自的一个声明，或新华社的一个新闻稿出来，所以然后再往下一步走，所以就表示说4月30号之前，其实他双方的资深官员都已经沟通过了，台湾议题一定是菜单当中的重要核心，不然王毅不会提。不过也可以了解到，在4月30号他们还没有最后一个定论，到底是美国回到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这个过去已经讲过，但是呢 Rubio 上来之后呢，就把它拿掉。美国会不会进一步讲反对台独，我们不确定。但现在在大陆这边的筹码比较多，尤其当伊朗这个议题放到台桌上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在军购上面有所限制，表达有所限制，对台军售？我觉得这个大概不会，不然我们那个1.25知道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川习会会是一个不只是中美之间，也是伊朗问题跟全球局势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好，所以还不到2个礼拜哦，那全球的人都要走进这个深水区了哈。何谦老师怎么看？所以我记得去年这个外交事务杂志啊，这 Foreign Affairs 杂志有一期的封面就是这个中美俄三个国家的这个大国协调的时代正在成型。那不管当然这个对于其他的这个中小型的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际政治的行为者来说啊，这个未必是一个他们乐见的结果。包括昨天跟一个蒙古的专家通话，他就说这个随着中国大陆跟俄国越拉越近，那蒙古夹在中间，有可能就害怕或担心自己又被走回那个冷战的时间，两个强邻然后一起压着他的这个状态那回到卢比奥，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是国际政治上的一句名言啊，就如果你不在菜单上，如果你不在桌边，你就在菜单上。那这一次台湾啊，这个显然我们现在正在菜单上，而且是双方都已经公开讲台湾是个议题，但台湾并不在桌上参与谈判。那究竟会谈什么呢？昨天我们在谈到会不会有第4公报，那有人认为说，如果要签第4公报的话，鉴于川普这种反复无常的个性啊，跟他发一个很大的政治代价，跟他签一个第4公报未必是一个划算的做法。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不发联合公报，有没有可能在事后发一个所谓的联合新闻声明，或者让双方有各自说话的空间？比如说双方各发声明，白宫发一套，大陆新华社发一套，但是新华社里面他会引几句 Trump 说
在台湾问题上如何的话，而美国事后并不予以打脸或并不予以否认，那这也是双方妥协的一种方法啊。那像过去啊，在这个特别是从这几年以来啊，民进党执政以来，这个大陆的最坚强的盟友，在谈到台湾问题上，通常会说他坚定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甚至有些国家像缅甸啊，他会说到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一切的努力啊，就不管你是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我都支持你。那比较铁杆的其他的伙伴呢，会说，比如说柬埔寨，他说我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乌干达会说我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那这个是跟大陆这个传统比较友好的国家会在他的新闻公报里面，或在他的这个声明稿里面说的。那西方国家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表达的最清晰的，可能最近几年是法国，法国就会说，法方坚定不移的奉行法方的一个中国政策，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啊，就是说在西方国家里面最挺的，大概就最同情或最理解大陆的，大概会说到这一段。那所以这一次 Trump 去到大陆啊，这个会不会像当年1997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大陆的时候去说新三不啊，就是说反对这个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这个以国家为身份目标的这样的国际组织等等的，或者是说创造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 Trump 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美国不寻求分裂中国，或支持两岸以对话方式解决分歧，甚至去谈到和平统一。那我想这个都是未来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值得热切观察的一个重点。对，确实要观察，因为恐怕会在我们国内的政坛又再引爆一个风波。好，孝伟哥怎么看？的确啊，那现在你看到这个地球上这个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里面，那当然英国跟法国它的国力相对来说没有办法跟美中俄3国来相提并论，但是像我们看到近来中国大陆它的这个军事力量以及它的整体的国力在这个国际上这样表现，也的确让它现在可以说是这3强之中它的国力算是最完整的。它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因为任何一次外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有所减损。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在这个对于这个周边美国有这种进行任何的这种这个区域或多边在中国大陆周边举行演习的这种那个演习的时候呢，中国大陆都会派他们的自己的本身的舰队或战机去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参与那当然美国不要嘛，没关系嘛，我们就来嘛，大家来比划比划，隔空比划一下，对不对？那美国跟他的盟国提供这么好一个让解放军练兵的机会，自然而然也不会放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之中中国大陆虽然说的确因为两岸关系在1949年到现在，它中间有非常特别的这个部分，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次川普即将访问这个北京，然后美中双方都已经宣布了，未来台湾会在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中会是一个 agenda， 会是一个题目但是到底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们不能参加。然后当然最后结果如何谈完之后，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说，美方一定对我们有这个非常充分的告知，我们完全掌握状况。但是我们真的完全掌握状况吗？是这个还真的是让人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今天台湾在这个美中这一局里面夹到中间。今天夹到中间就是刚刚那个徐兄讲到，就是那个俄中之间蒙古夹在中间其实美中之间台湾也夹在中间。这个本身的这个地位跟这样一个特性其实说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虽然是小，我们在这之中还是要有非常小心谨慎的去下这一局但是现在那个台湾整体来说，整个执政党在对外政策上，他把自己表现的其实已经变成跟美国的护从国一样。其实这是让人相对来说会觉得比较觉得很可惜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在两岸之间，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角色跟地位来发话。现在你看等到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双方见了面，最后会不会甚至于那个签下这个第4公报？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政府高层可能也还在一个星15个水桶7上8下，也不晓得到底会怎么样。因为说真的我们看起来目前为止其实看得出来，当然卢比欧很支持台湾，但是你并不会认为美国的政府的其他部门好像有跟卢比欧相等量的那个对台湾的这样。